今天说书的内容是《古今奇谭之二：火王》。我们在《古今奇谭之一》最后一集呢，说到说所有的这个唐朝公主的陵墓啊，就全部跟着上轩啊，还有等等等神奇们，全部都就这样消失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魏永谦他们是不是得在现代的生活开始继续活下来？在现代的时候呢，那魏永谦他也不知道做什么。那劳勃特叔叔他是一个记者，他的身边呢有非常多的杂志社的好朋友。那杂志社好朋友呢，就非常希望有一个清新亮丽的新面孔，可以帮我们拍服装杂志什么的。所以劳勃特叔叔就跑去跟魏永谦拜托啊，帮我们拍啊，魏永谦就只好答应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跑去拍很多的服装杂志，他就变成一个名模。怎么知道拍的时候这么的漂亮？第一个大粉丝就是谁呢？一直追不到的那绝文。对，所以绝文就立马跑去买了。魏永谦还是找不到他，说绝文，我不是跟你说下午有事吗？你跑去拿了。他就很开心的拿那个杂志，就说快点，永谦，我跟你讲，我买到了。你看你真好看，你多漂亮。魏永谦却告诉他说，可是我对这个名模不感兴趣啊。绝文就告诉他说，什么又有钱可以拿，然后又有衣服可以穿。他就说，就穿了很多奇怪的衣服，化奇怪的妆，反正我真的不感兴趣啊。就后面气得牙痒痒，要是我能够去就好了。他就很开心的跟魏永谦这样讲，所以魏永谦就做这样的事情嘛。魏永谦的爸爸考古学家嘛，他是中国馆的负责人。中国馆呢今天要举办一个非常大的展览会，那这个展览会它有别馆，中国馆旁边还有一个别馆，别馆先展出的，展出是什么呢？就是世界古文物展览。世界古文物展览的东西就是非常漂亮的镜子。镜子啥镜呢？眼镜吗？我告诉你，眼镜当时用完之后，不是被谁给收藏了呢？原本是吴叔叔要抢去，然后他爸也要，那谁会赢？当然是爸爸。是，所以呢，这个眼镜呢，在中国馆，那别馆展的是什么？谁的？那个李莹的吗？对呀，聪明了，水镜啊！结果呢，没有想到这个水镜好神奇，它没有镜面呢。没有镜面怎么叫镜子呢？原来它的镜面就是由水构成的，所以看起来是没有镜面的，镜面上全是水。这么厉害。那这个古文物展呢，他们邀请了谁呢？哇塞，邀请了这个不得了的人物啊！这个不得了的人物呢，一开始呢，他们是出现在办公室嘛。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才女秘书，叫做欧琳。欧琳就说哈，先生，今天晚上呢就是中国古文物特展哦，所以你要记得一定要参加。他们因为极力邀请，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你一定要出席。这个先生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，叫做特莱斯康纳利达尼。这个特莱斯呢，他就是企业家，非常的有名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总裁。但是呢，他年纪非常的轻，还不到20岁嘛。虽然这么年轻的大家都看不起，他们就说天哪，你这么年轻，你能够真的在这个政商界打滚吗？我们才不相信呢。但没有想到，大家都说他的手段跟手腕，听说是非常的漂亮的，让你没有话讲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被应邀到古文物展。那古文物展展出的就是千年的古镜，那就是水镜嘛。因为呢，眼镜已经展览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换展览水镜，要邀请非常有名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欧琳就跟他说，你放心，你去的时候呢，还会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去，这个人也是郑重邀请的特别来宾，也是一个超级名模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欧洲的名模，某一国的公主。这个公主叫做佛罗娜。为什么她也会去呢？原来就是呢，佛罗娜的父皇已经跟特莱斯的爸爸当初有定亲，他们就是已经有写好约定，就是2002年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要履行结婚这件事情。所以他等于就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们有订婚了。然后呢，特莱斯就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？结婚真的要结婚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情。不过呢，他还是要依照约定去嘛。那去了到古文物的这个特展之后呢，所有人的眼睛为之一亮的都是在那个公主身上嘛，因为太漂亮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女记者呢，叫做希奈，她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这个电话不知道是谁打来的，她可是不晓得嘛。她就跟她说，哪一位？她就说我是葛氏。葛氏是什么呢？她就原来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，葛氏家族企业。好，这个葛氏呢就打电话跟她说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，你要不要采访？如果你可以采访好的话呢，还可以帮你推回你的新闻记者跑道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希奈呢，她从以前呢，之前就是比较没有道德观念，她就乱报啦，喜欢报一些八卦、狗血淋漓的啊，这种丑陋丑闻啊。所以她被封杀吗？对，所以她就被封杀。然后这样，这些政治界的人都对她嗤之以鼻。那现在终于呢，有人要花钱重金聘她弄到一个特莱斯的花边新闻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就是特莱斯用了一些计划跟手段呢，取得了葛氏
40%的股份。但是其实他并没有想要收购这个公司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司实在是非常传统跟老旧，传统产业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要收购呢？只是想对他做施压，那是一种政商的手段。这时候呢，葛氏就感到威胁了，所以他有点着急了，他就叫希奈去踩特莱斯的弱点。那特莱斯的弱点当然就是要花边新闻啊，弄他这些八卦啊。他就突然想到，该不会是他的机会来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魏永倩呢也在那里嘛。魏永倩跟觉文都在2楼，本来只是看，然后1楼呢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展览，都在看一看之后，看到那个公主啊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虽然呢，我不是一个崇拜名人的人，连永倩都说这个公主真的是漂亮的不可思议啊。然后他就问觉文，你觉得漂亮吗？觉文说，希望那个单纯的美女跟火辣兼具一身的。永倩就在旁边说，你们这些男生永远都只会幻想这种东西，这种2个特质然后可能会存在，这种有气质看不见的东西，你们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。觉文就说，那不然你觉得这个公主漂亮还是广玉公主漂亮？惨了，刺到了这个他的内心的小疮疤，就立马又想到了他的上轩，他就开始很思念了。然后呢，觉文就很自责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突然爸爸就来了，爸爸就说，那你们要记得要回那个中国馆，如果你们一直都在别馆，到时候中国馆没有人，那这个眼镜都没人看了，这个水晶都有人看。然后他就说，对啊，那他是不是要去看一下？他突然水晶，所以现在下面那是水晶啊。那我如果都跟七镜在一起，我就可以看到上轩啦。他就吓了一跳，那我要赶快冲去看。劳伯特叔叔也到现场了，他也看到那个希奈的，他也跟希奈打招呼啊。这个希奈呢出现的时候，让那个劳伯特叔叔有一点 shock 了。为什么？感觉是2个人以前好像有什么样的关系。这个时候叶永倩也看到了，他说刚刚劳伯特叔叔好像反应有点不太一样。他就说我要去看水镜嘛，他要冲去了。结果呢，觉文就说你不可以去。然后劳伯特叔叔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他就让他去啊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要是发现特莱斯，他一定会觉得他是上轩，他一定会爱上特莱斯。然后我就说这不应该是你担心的问题，你应该担心的是你怎么没有让他爱上你呢？你可不可以整丑一点，他就会爱你啊。直接命中要害。没想到这些话呢都被谁听到了？希奈就觉得我的机会来了，可以爆了。所以说他如果见到特莱斯，他会以为那是他所爱的上轩，那是不是有花边新闻要出现了？我看能不能拍到吧。他就跟着魏永倩下去了。魏永倩一看到那个镜子的时候，他就哇，好多人怎么办？我过不去，我很想去看。然后呢，公主就在正中央，潘神我脚痒，忍不住抓。他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很多人。那时候公主正在介绍那个镜子的由来，跟它其实是用水构成。它如果用碳质式定圆法，它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时代？就那时候特莱斯其实也在人群当中了。但是呢，魏永倩就想要挤进去，想要挤到最前面去看那个水镜。就他挤，突然被人绊倒，倒到谁？讲。一定要这样演的。他一帮他说，特莱斯一转身，你有没有事情呢？他也看到他上轩，眼睛就爱心。希奈就拍，他就我好像认错人，因为魏永倩第一反应他还抱他上轩，我好想你。说认错人，永倩才赶快跟他说对不起，我认错人，我以为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。好，然后他就觉得 OK 没事，他要走。他就说你是谁呢？人家就开始跟他介绍，他就是那个中国馆负责人的千金魏永倩，他也是一个名模。然后他就直接跟魏永倩说，那等一下我也去中国馆参观，你要带我去吗？他说好啊。觉文在旁边就已经这时候呢，他们就决定要到中国馆去参观那个眼镜。这个特莱斯到了眼镜的面前，他看到那个眼镜，觉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啊。特莱斯是谁呀？前世今生要出现了吗？他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这个时候呢，特莱斯就回到了他的休息区。回到休息区，第一个见到就是谁？就是那个名模公主。特莱斯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忘记我们家族有替你特别准备你的公主房吗？”这个公主就告诉他说：“真是的，我也不允许我父皇这个炒新闻啊。虽然我们已经有订婚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夫妻之实，我要也可以去你的房间住啊。但是我父皇这样子炒新闻，我也是不乐意。”他说：“订婚真的有订婚这件事情吗？”他就跟泰勒斯说：“有啊，你忘记了吗？2002年的时候要订，而且还有签下合约啊。”泰勒斯就说：“可是我爸爸什么也没跟我讲，他就是直接就走了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给他。”他就跟他说：“那这个遗书里面应该会有吧？反正就是你不能赖账就对了。”跟特莱斯说：“除非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如果你已经有喜欢的人，那就退让这样子。”特莱斯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假的，如果真的有那个人，我会想办法把那个女生杀掉，我也不可能放过你。”结果他就说：“开玩
玩笑的啦。他就想去偷亲特莱斯，就跟他说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哈，就是看你这样子这么紧张，真是可爱呀、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个公主身边有个保镖叫多雷，特莱斯就跟多雷说啊，多雷你要好好送公主回家。那个多雷那时候站在那里的时候是完全不动的，像木头人。特莱斯的秘书欧琳呢，他就站在门口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多雷呢就站在那门口等他的公主的时候，哎，好像木头人，怎么不那是假人吗？等到公主要走的时候，他就喊多雷，动了啊，那欧琳就吓了一跳，哎呦，原来是真的人啊！所以那个保镖就送了这个公主回去了。特莱斯也没有很在意，他就准备休息了。怎么知道？这隔天起来的时候，哇，欧琳就开始先去叫这个特莱斯，快点起床，快点起床，你的花边新闻严重啊！特莱斯就一脸睡眼惺忪的出来说，我昨天晚上还看这个财务报表，看到我半夜凌晨3点呐、你现在这么早把我叫起来，就为了花边新闻？我的花边新闻不是已经被爆都烂了吗？你们还这么大惊小怪啊？可是那个是跟你的那个你，然后他就说啊，反正那个佛罗拉公主她也都知道，反正我们的花边新闻不就已经被炒到烂了吗？代表说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，她要关门了。那永倩小姐怎么办啊？怎么会有一个永倩小姐呢？她就整个醒来了，跑去看这个新闻内容，因为她这个关系被那个西奈拍嘛，怎么办？我拖累她了，她就想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学文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了，因为他们前面已经通通都是记者了，他们学校前面也全是记者了，甚至大炮通都都架好了。学文就很生气，都说这个特莱斯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去找他算账，他应该要负责，都是因为他害我们永倩就被骚扰到说，为什么你们都相信？你们都相信我翘课，他就开始跑，所有记者就追那个地方，他忘记啊，这边是死路，我忘了，立马使用他的能力干嘛？他就撞墙了。对，所以他说他已经3年没有用过这个能力了，所以现在突然开始启用了，他其实觉得是很恶心的触感，他就就出去了。结果他突然发现，哎，刚好像有人呢，看到了吗？然后说难道他刚刚看到我穿墙吗？可是他那个人走掉了，这个人就是多雷。一定有拍到。然后他还不确定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看见，结果后来学文呢就打电话去骂了特莱斯一顿，永倩不知道，学文也没有去上课了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就直接跑到特莱斯的办公室，给他撞开那个门，啪！然后导致那个特莱斯的烟全部掉光光。然后他就跟他说：“克莱斯了，你这样对吗？你怎么可以不负责任的？骂一道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”一台车开过。对，特莱斯就跟他说：“我克莱斯勒是车厂的名字，我叫特莱斯。你刚刚说的话我全部听清楚了，然后身上全是在掉的烟。然后他就说：你要不要好好处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永庆也卷入你的花边新闻？”特莱斯就好好告诉他：好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会好好的处理。结果就突然从恶魔变天使啊，这样你会处理就好了，我相信你啊，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先告辞啦。结果就回去了。结果我回到家了，这个永庆也回家了，因为晚上了嘛。这时候永庆才知道说，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去给特莱斯先生，造成他的困扰？然后他就说，他本来就应该负责啊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你怎么可能会卷入那个花边新闻呢？啦，来电了。永庆说，哎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我去接。咔咔一接起来，特莱斯，特莱斯就告诉他说，这件事情呢，让你受到很大困扰，我感到很抱歉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让我请一顿饭，好好的给你赔礼。他说，其实也很期待跟他见面，他有点紧张。他说好，永倩早就已经跟觉文下通牒了，我等下去听电话的时候，你不能偷听。但是呢，其实觉文也听到，他就说，你真的要去跟他约会吗？你真的要去吗？要是他不是上轩，他只是很像上轩呢？哇，这时候认真了，永倩就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就说，我是真的很想他，只要能够在任何人身上感受到一点点上轩类似的气息，他就满足了。他也在幻想着可不可以把他当作是上轩的一个替身，因为他知道上轩已经不见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出现。好不容易在特莱斯身上找到了他的样子，对的气息，他就希望说他是可以弥补这一块的，就觉得很难过的。结果我们看到他一直哭，很到最后他们还是去了，就想说不然去吃饭还是看电影。那永倩也都觉得 OK。这时候谁又接到了电话了呢？相机的那西奈，西奈呢也接到这个电话，说他们要出去嘛，所以他就要去抓这个特莱斯的更夸张，因为小小花边新闻是击败不了他的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就是西奈在那个小小花边新闻之后呢，他在他办公室遇到了多雷，结果没想到多雷是一个超能力者，他有能力。然后把那个西奈的办公室全部弄乱七八糟。西奈一开始以为你是来威胁我的，你要干什么？然后他才告诉他说，除非特莱斯能够证明他配得起我的公主，我就不会针对他。但现在我觉得配不起我的公主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正在做要击败特莱斯这件事情，但是葛氏完全没有任何耐心，居然想跟你撤资了。他们想要自己出手打乱你的计划。如果适时的需要，我会给你帮助。那这样多雷到底是属于哪一派的呢？公主的，他觉得公主
会被他取走，他当然不开心啊。多蕾就告诉他这件事情，希奈就说好，知道说就想联手，对，联手了。希奈就要去拍他们晚上约会的时候，所以呢他就出门去了。永茜就跟特莱斯走在路上，永茜就问特莱斯说：“你会害怕超能力者吗？”特莱斯居然跟他说：“超能力虽然不被大众所接受，但是他如果有是存在了，他还是应该有他的使命所在。”他们两个就走在了海边，突然他不小心让那个水泼上，被发现了。其实他有使用那个超能力，特莱斯看见了。特莱斯也不觉得怎么样，他只是假装说啊，你不小心被泼到这样，那我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你好了。特莱斯就脱他的大衣给他穿啊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会很排斥穿男生的衣服吗？”永茜没有想到突然出现那个陶醉的脸，他说：“不会，我常穿劳伯特叔叔和我爸爸的衣服啊。”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子其实是很有安全感的啊。然后特莱斯就说：“啊，那惨了，那你应该不会喜欢我的身体，因为我身体没有这么强壮。”他居然转头跟特莱斯说：“不，我喜欢你的身体，因为我也不喜欢肌肉男啊。”怎么出现这样的对话，导致永茜就转过头啊，羞死了，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对话呢？然后呢，就这样被特莱斯套出来。突然有一个人拿着雨伞从特莱斯的背后撞下去，猜猜看他是谁呢？记者，对，就是希奈。然后就这时候呢，他的眼镜就掉了一边，然后他说我1000多度，我的隐形眼镜掉了，我看不到东西了。永茜就很紧张跟他说1000多度，那你不赶快找回来的话，你到时候会有视觉大落差。他就非常接近特莱斯，看一下他眼睛有没有红红的。这时候就被特莱斯看到美丽的眼眸啊，好丰润的嘴唇。然后特莱斯就给他嘣下去了，这么快就触电了，然后永茜就吓了一跳，他这时候愣了几秒之后就给他推开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哇，怎么会变这样？因为特莱斯已经被他吸引了，他莫名其妙就开始一直对他着迷，就他居然说：“我不要！”然后他就开始大哭，就跟特莱斯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你当成我心爱的人的替身。”但是我其实不能这样做的。永茜就哭着跑掉了，特莱斯就很失落，我以为他心里也是有我的，很失落的回到他的车上了，有没有想到，后面出现了2个歹徒，拿着枪架住他。那是葛氏派的嘛，因为他等不及了，他要破坏希奈的计划。然后就看你旁边的女孩呢，她已经走了，她7点前她就走了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开车这是绑架嘛。他就说：“是你猜对了，就是绑架。”结果呢，特莱斯就跟他们讲说：“你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你们幕后是不是葛氏？”他说：“你不要多话，开车就走了。”所以呢，特莱斯就被绑走了，然后希奈也拍到他们接吻，于是我们就期待下一集。